中国空军的运20战略运输机日前爆出了整机队出动、多机同框亮相的画面，这也标志着我军运20机队的战略运力更上一层台阶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央视官媒最近高强度曝光中国军队新式装备，引起了外媒瞩目。外媒认为，恰逢佩洛西亚太之行背景下，中国军队在媒体上的动向和新装备的高强度曝光，警告信号十分的明显。而虎妞则发现，央视军媒重点曝光了运20运输机和其改进型运油20空中加油机的动向。虎妞认为，此举意义重大，标志着运20大时代已然到来。央视军事发布的运20宣传视频中，呈现了运20编队执行任务时进行的低空山谷突防、战术机动、编队飞行等实战演练。运20以全新视角上镜呈现，画面中几个运镜都是电影大片级别的。不得不说，官媒的军宣水平终于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，比以前那种把辽宁舰拍成渔船、055拍成快艇的摄影手法强了不少。而此次5机编队运20同框出镜的画面令人瞩目。虎妞认为，这些编队演训科目凸显了运20已经完全具备了实战能力。实际上，这不是运20机队第一次紧贴实战的大规模出动了。早在此前俄乌激战之际，中国空军的6架运20战略运输机往返超过1万千米，前往南欧国家塞尔维亚进行军用物资运输任务。运20运输机部队全程干扰弹压满，完全按照实战标准进行运输任务。而在阿富汗发生大地震后，中国同样作为第一个响应的大国，派遣运20出境进行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任务。此次运20同样是干扰弹压满，严格按照实战标准。通过这2次远程运输任务，虎妞认为现在解放军的运20部队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战力。运20目前正在逐步取代俄制的战略运输机，成为解放军运输部队的主力机型。运20是中国空军为解决其战略运输机数量不足的必要之举。毕竟，我们不可能永远向俄罗斯订购伊尔76运输机。这款飞机存在性能不足的问题，并且部队老是依靠国外飞机，长期就会受制于人，并且产生依赖性。所以，研发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就是中国空军迈进的必经之路。目前，中国自行装备的运20运输机性能，相比俄罗斯原版的伊尔76具有大幅度的水平提升，航程更远，载重量大，电子设备更为先进。现在，装备解放军的运20系列运输机总数超过40架，是解放军目前装备的最多一款战略运输机。运20对提升中国空军的后勤水平有着重大的意义。而在运20基础上，中国也可以进行其他类型的改装，如预警机和加油机等。而最近，官方也正式官宣了运20的第一款改型——运油20空中加油机列装入役，并且进行空中加油的消息，还首次公开对外展示了运油20加油机和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训练的实况视频。此举说明运油20已经形成了实际战斗力。此前，中国空军的空中加油机一直是最大的短板。当时，中国空军装备的空中加油机主要是轰油6和伊尔782款，分别是在轰6轰炸机和伊尔76运输机上改进的。其中，解放军大量装备的轰油6存在航程短、载油量低等问题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相比，有明显的性能差距。而性能较为出众的伊尔78，解放军只有3架。因此，解放军空军一直缺乏大型的空中加油机。好在后续在运20的基础上研制了先进的运油20，解决了大型空中加油机数量不足的问题，具备了自研自产大型加油机的能力。虎妞认为，运油20对于我国海空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目前，这款空中加油机是解放军装备的最先进型号。在这款装备的加持下，解放军海空军的战机和轰炸机打击范围大幅度提升，使中国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相应提升，意义重大。这也是我国向真正战略空军跨越的关键一步。同时，运20不只会发展一种衍生的加油机，运20同样具有改装预警机的潜力。
类似于在1276运输机上改装的空警2000预警机。运20可以搭载更重的先进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在运20基础上延伸的预警机或许会被命名为空警3000。毫无疑问的是，运20将会延伸出更多的改进型号，这些改进型号的运20无疑将会大幅增强中国空军的整体实力。